大家好，歡迎回到愛旅遊頻道。今天這期視頻，我要帶大家去看一類極其特殊的地方，一類小到讓你覺得匪夷所思，小到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它們，小到甚至有人懷疑它們是否真實存在的神秘國家。這些地方，有的小到整個國家從頭走到尾只要10分鐘，有的小到沒有軍隊，沒有鐵路，甚至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有的因為極端的特殊性，成為了全球最奇特的旅遊目的地；有的因為富裕到令人嘖舌的人均 GDP， 成為了地球上最令人向往的居住地。今天，我們要從第10名開始倒數，徹底揭開這些袖珍小國的神秘面紗。他們的故事往往比那些面積遼闊的大國更荒誕、更迷人，也更出人意料。你準備好了嗎？讓我們現在出發。這裡是愛旅遊頻道，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歡迎在評論區留言。第10名，安提瓜和巴布達，加勒比海的網紅雙子星，面積442平方公里。如果有人問你，世界上哪個小國最適合拍出讓你朋友圈點讚爆炸的照片？答案幾乎毫無疑問，安提瓜和巴布達。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拗口的加勒比小國，由2座主要島嶼組成。安提瓜島面積約280平方公里，巴布達島面積約161平方公里，兩者加起來，整個國家的陸地面積只有442平方公里。各位，這是什麼概念？比中國一個普通的縣城還要小得多。但就是這麼一個袖珍小國，卻創造了一個讓全世界旅行者為之傾倒的奇蹟。它擁有整整365條海灘。沒有看錯，是365條，一年365天，每天換一條不重樣的。而且每一條都是那種讓你覺得這輩子死而無憾的極品白沙灘。當你飛機降落在安提瓜，走出機場的那一刻，撲面而來的不只是熱帶的濕熱空氣，還有那種把你整個人的身心都徹底鬆綁的海島氣息。這裡的海水有一種近乎不真實的清澈感，藍到像是有人在海底鋪了一大塊藍寶石。白沙細膩的像麵粉，腳踩上去發出輕柔的吱呀聲。這個國家的首都聖約翰斯是一座迷你到走半小時就能逛完全城的彩色小城。木質的殖民地風格建築，大紅大綠大藍的油漆塗在每一棟樓的外牆，街邊賣着新鮮的熱帶水果和朗姆酒。如果你覺得首都是這個風格，那整個國家的氣質就一句話可以概括：慵懶、鮮豔，不把時間當回事。但安提瓜真正的看點是納爾遜修船廠。這裡是西半球保存最完好的18世紀英國皇家海軍基地，當年赫赫有名的海軍將領霍雷肖·納爾遜曾在這裡指揮駐紮。現在，這座古老的磚石建築群已經被開發成博物館和高檔餐廳。坐在碼頭邊，喝着當地產的冰鎮朗姆酒，看着一艘艘豪華帆船在夕陽下緩緩駛過，你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時空錯位感。這裡曾經是炮火與權力的中心，而現在它只用來生產輕鬆與美好。安提瓜和巴布達的國土雖小，但它選擇了最聰明的生存方式，用無可複製的自然美景把整個國家打造成全球富豪的私人度假天堂。
全球各地的百萬富翁、好萊塢明星，以及那些只想讓身體徹底放空的旅行者，每年都會飛越大半個地球，來這裡待上幾天，然後心滿意足地離去。用365條海灘換了一個讓全世界都願意慕名而來的標籤，這就是安提瓜和巴布達的生存邏輯。第9名，帕勞，太平洋的潛水聖地，面積459平方公里，島礁總面積。好，各位，如果安提瓜是水面上的天堂，那麼第9名就是水面以下最極致的天堂。帕勞，這個位於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袖珍島國，陸地面積約459平方公里，由超過500個大小島嶼組成，但永久居住人口只有大約2萬人。你沒聽錯，整個國家的人口還不及中國一個普通鄉鎮的人口多。但就是這個幾乎無人知曉的彈丸小國，在全球潛水愛好者圈子裡擁有如同神話般的地位。當你第一次下水，戴上面鏡，把頭埋進帕勞清澈到幾乎透明的海水裡，你幾乎會立刻陷入一種被大自然徹底淹沒的失語狀態。帕勞的水下是我們這顆藍色星球上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生態系統之一。大型海扇如同水下的紅色翅膀般舒展，各色熱帶魚群密密麻麻地湧過來，把你團團圍住。遇見海龜的概率高得像是在水族館裡，而不是野外。但帕勞最讓人瘋狂的地方是它那舉世無雙的水母湖。這個與外界隔絕的內陸鹹水湖裡，生活着數以百萬計的無刺水母。當你浮潛進入，無數金黃色半透明的水母在你的身邊輕盈地飄動，觸感柔軟而冰涼，整個人仿佛漂浮在一鍋溫柔的星雲裡。這是地球上絕無僅有的體驗，獨此一份，無可複製。帕勞還有一個讓全球環保界肅然起敬的舉措，他建立了全球第一個鯊魚保護區，明令禁止在其海域內捕鯊。所以在帕勞水下，你遭遇各種鯊魚的概率極高。礁鯊、灰青鯊在藍色的深水處優雅巡遊，那種感覺不是恐懼，而是令人震懾的壯美。這個國家的人口少到什麼地步？它沒有大學，年輕人必須飛去鄰國求學。它幾乎沒有任何重工業，經濟完全依賴旅遊業和少量的捕魚業。它的國力極其微小，但它擁有的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工業大國都無法制造出來的東西，數億年進化出來的水下奇觀。帕勞用一片海撐起了整個國家的靈魂。第8名，馬爾代夫，消失倒計時中的天堂，面積約298平方公里。第8名是一個讓無數情侶把它寫進蜜月願望清單，無數攝影師窮盡一生想要拍好它，卻也是地球上最脆弱，正在被時間慢慢吞噬的夢幻之地——馬爾代夫。馬爾代夫由大約1200個珊瑚礁小島組成，散落在印度洋的碧藍海面上，陸地總面積約298平方公里。這些島嶼的平均海拔只有驚人的1.5米。你沒有聽錯，整個國家大部分土地距離海平面只有1.5米。這意味着它可能是地球上最危險、最不穩定的一塊陸地。但這裡也是地球上最美的一塊陸地。當你坐上水上飛機，從首都馬累起飛，俯瞰腳下那些散落如珍珠般的綠色島嶼和包裹着島嶼的湛藍西湖，
你會覺得造物主在創造這裡的時候，一定是心情極好的。水的顏色在這裡有幾十種說法都不夠，從最淺的薄荷綠，逐漸過渡到孔雀藍，再到深邃的靛藍色，每一種藍都像是調色板上一個獨立的驚喜。馬爾代夫的奢華度假模式已經舉世聞名。水上屋，這種直接建在珊瑚礁湖面上的獨立小屋，就是在這裡誕生並走向全球的。當你睡在玻璃地板的床上，透過腳下的玻璃看着深藍色的海水和悠游其中的熱帶魚，當你推開木門走到私人甲板，縱身跳入溫熱清透的海水，那種感覺你會明白為什麼人們願意花上萬塊錢只為在這裡住上一夜。然而，馬爾代夫正在面臨一個令人痛心的現實，隨着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每年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上升。科学家預測，如果海平面繼續上升，馬爾代夫的大部分島嶼可能在本世紀內沉入海底。為此，馬爾代夫政府已經開始用石油收入在斯里蘭卡和印度購買土地，為本國國民規劃最壞情況下的遷徙方案。一個國家正在購買另一個國家的土地，用來在自己的國土消失後安置自己的子民。這是一種讓人心碎的現實，但也是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清醒。去馬爾代夫旅行，你在享受天堂級度假體驗的同時，也是在親歷一段歷史。也許有一天，你的後代看這期視頻，然後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世界上曾經有這樣一個地方。第7名，列支敦士登，全球最富有的袖珍國，面積160平方公里。現在，我們從溫暖的海洋世界轉移到歐洲阿爾卑斯山麓的一片精巧土地。第7名是一個小到大多數人說不清楚它在哪裡，甚至念不準它名字的國家——列支敦士登。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奧地利之間，國土面積只有160平方公里，南北長約24公里，東西最寬不超過12公里。這是一個你開車從南端到北端只需要不到半小時的國家。但就是這個彈丸之地，人均 GDP 常年穩居於全球前5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你可能想問，這麼小的國家，它的錢是哪裡來的？答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牙科工具、精密機械以及金融。列支敦士登是全球最大的牙科假体，也就是各种义齿、种植体生產國之一。這個比北京城區還要小的國家裡，有全球首屈一指的精密儀器製造企業。同時，極低的稅率讓它成為歐洲著名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資本在此注冊和流动。旅行到列支敦士登，這是一種極其獨特的體驗。它沒有自己的軍隊，1866年廢除，並且從那以後再也沒有恢復，沒有機場，只有一個非常迷你的火車站。首都瓦杜茲是全世界最小的首都之一，整個城市的中心區域，你步行15分鐘就能逛完。但瓦杜茲卻擁有讓人驚喜的豐富內涵。站在城市中心，抬頭就能看到建於中世紀、坐落在山頂上的列支敦士登王宮，那是現任大公弗蘭茨2世的私人居所，至今依然住着人。這也是列支敦士登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是一個運作完好的君主立憲制公國，大公家族对政治擁有相當程度的實際影響力，這在21世紀的歐洲是極為罕見的存在。
這個國家還有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旅游特色，如果你持有任何歐洲申根国簽證，进出列支敦士登完全没有邊境檢查，因為它的邊界管理實際上是由瑞士負責的。也就是說，很多遊客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從瑞士跨國進入了另一個國家，一路上毫無察覺地完成了一次出入境。從瑞士的因斯布魯克坐車過來，路邊的阿爾卑斯山草甸，綠得像綠色顏料直接塗上去一樣。萊茵河從國境線旁靜靜流過，山頂積雪在晴天的陽光下反射着耀眼的白光。這個國家的安靜和富足，透過每一個細節流露出來，既不張揚，也無需解釋。第6名，聖馬力諾，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面積61平方公里。各位，接下來的這個國家將徹底顛覆你對小國的認知。聖馬力諾面積只有61平方公里，被意大利國土從四面八方完全包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中國。但它的年紀足以讓任何大國都心生敬畏。聖馬力諾成立於公元301年，距今已經超過1700年，是現存的，從未被征服或殖民的歷史最悠久的共和國。是的，你沒有聽錯。當歐洲大陸上的帝國一個接一個的崛起、擴張，隨後崩潰，當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拿破崙帝國、奧匈帝國先後走完各自的歷史周期，這個巴掌大的小山國靜靜地坐在亞平寧山脈的山頂，保持着自己獨立的共和制度，一直到現在。聖馬力諾建在一座名為蒂塔諾山的山頂上，3座中世紀城堡分別矗立在山頂的3個制高點，俯瞰着四周遼闊的意大利丘陵。當你踏上前往聖馬力諾的蜿蜒山路，公路一路盤旋向上，兩側是意大利橄欖樹林和葡萄園，空氣清新，薄霧如紗。抵達山頂，你會看到一座保存極為完好的中世紀古城。鵝卵石鋪就的小街，層疊的石質建築，隨處可見盔甲騎士造型的紀念品店。這個國家的旅遊業相當發達，每年接待的遊客數量高達200-300萬，幾乎是其本國人口的70倍以上。聖馬力諾人口約3.4萬。從3座城堡的城牆上眺望，晴天時可以看到亞得里亞海在遠處閃着銀光，一望無際的意大利平原盡收眼底，而你腳下這座被尊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山頂古城，已經以這個視角俯視過人間1700年的滄海桑田。聖馬力諾最令人着迷的，其實不是城堡，而是他的堅持。歷史上無數強權都曾嘗試將它吞併，但沒有一次成功。就連拿破崙、波拿巴在征服了整個意大利半島之後，也明確表示對這個小國表示尊重，不予侵略，並提出願意擴大其領土，但聖馬力諾婉拒了。一個小到你步行半天就能走完邊境的國家，靠什麼守住了自己1700年的獨立？靠的不是堅船利炮，而是一套被歷代歐洲勢力都心照不宣的默認和尊重的政治智慧與歷史合法性。這才是世界上真正的軟實力。第5名，聖基茨和尼維斯，加勒比的神秘雙島國，面積261平方公里。我們繼續回到溫暖的加勒比海。第5名是一個連許多旅行達人都未必說得清楚在哪裡的小國——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面積261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萬，這是西半球陸地面積和人口双雙最小的主權國家。
但這2個數字幾乎是這個國家唯一小的地方。聖基茨島和尼維斯島是2座由古代火山形成的島嶼，島上地形以火山山地為主，中心都有高峰耸立，四周被热带雨林覆蓋，海岸線則是一圈深色的火山沙灘和清澈的珊瑚礁。這裡曾經是英國殖民地中最重要的蔗糖產地之一，有着加勒比糖島的稱號。如今，蔗糖產業雖然已經落幕，但那些建於殖民時代的糖廠廢墟已經被改建成風格獨特的精品酒店。你可以睡在一棟200年歷史的石質磨坊裡，腳下的地基是沉默的歷史，窗外卻是無邊的加勒比碧海。聖基茨有一條讓旅行者念念不忘的蔗糖鐵路，這是加勒比地區現存最後一條舊日蔗糖運輸鐵路，如今已經被開發成觀光小火車線路。坐在敞篷車廂裡，鐵路繞行全島，穿過雨林，掠過海岸，山峰和海洋在你兩側輪流出現，偶爾一陣熱帶的微風帶來淡淡的野花香氣，那種緩慢而沉醉的感覺，足以讓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暫時忘得一乾二淨。尼維斯島更安靜，更原始。它的最高峰尼維斯峰終年雲霧繚繞，當年歐洲的探險者們第一次遠遠望見這座山頭，以為它像阿爾卑斯山一樣積雪終年，便用西班牙語中雪的名字為它命名尼維斯。事實上，那不是雪，而是永遠不散的山霧。這個國家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頓的出生地就在尼維斯島上。這位後來被印上美金10元鈔票的傳奇人物，在這片加勒比熱土上度過了他的童年。國雖小，故事卻一點不少。第4名，圖瓦盧，全球最瀕危的國家，面積26平方公里。各位，請做好心理準備，因為第4名的故事是我们今天講述的所有國家中最令人心情複雜的一個。圖瓦盧面積約2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1000人，位於南太平洋，由9個珊瑚礁環島組成，是世界第4小的國家。但第4小只是這個國家最平淡的標籤，它真正震撼人心的標籤是全球最有可能在本世紀內完全消失於地球表面的主權國家。圖瓦盧的國土極其平坦，平均海拔不到2米，最高點也僅僅只有 4.5 米。隨着全球氣候變化加劇，海平面的上升不僅讓圖瓦盧的海岸線每年都在被海浪侵蝕和縮減，更讓鹹水開始滲入島上的淡水地下層。農業用地正在鹽化，某些島嶼在大潮期間甚至會被完全淹沒。旅行到圖瓦盧，你需要先飛到斐濟，再轉乘螺旋槳飛機，在數小時的飛行後降落在一條只有一條跑道的機場。這條跑道同時也是島上居民日常生活、散步和孩子踢球的場地。旅遊配套設施極其簡陋，全島只有寥寥幾家招待所，沒有奢華酒店，沒有高檔餐廳。但到達之後，你會理解為什麼仍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不辭辛苦來到這裡。圖瓦盧的海水是那種因為人跡罕至而保存完好的原始之美，海底的珊瑚礁生態系統豐富而脆弱，島上的居民淳樸而熱情，他們會在礁盤上打魚，在水邊的草棚裡手工編織傳統工藝品。傍晚時分，整個小島會被一種極致的寧靜所籠罩，天空和大海都染上了橙紅色，那是一種你在城市中根本無法想象的純淨。
圖瓦盧政府已經開始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談判移民協議，為本國公民規劃未來的氣候難民遷徙路線。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每年都會在聯合國的講台上，用顫抖而堅定的聲音，要求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正視氣候變化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在圖瓦盧，你旅行的意義早就超越了單純的觀光。你的到來是在用你的眼睛為一個即將消失的文明作證。去，趁它還在。第3名，摩納哥，世界上最富有的平方公里，面積 2.02 平方公里。好，前面的第10到第4名，國家面積從幾百平方公里到幾十平方公里，已經夠小的了。但接下來的前3名，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到讓你大腦短路。第3名，摩納哥，面積 2.02 平方公里。這是一個比上海迪士尼樂園約 3.9 平方公里還要小很多的國家。這是一個你站在國境線的一端，騎自行車20分鐘就能抵達另一端的國家。這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權國家，每平方公里居住着超過25000人。但這1平方公里摩納哥的價值抵得上多少個國家？摩納哥被法國從3面環繞，南臨地中海，是一個在南法蔚藍海岸 Côte d'Azur 的懸崖峭壁上，憑借驚人的建造意志和極端的財富積累，硬生生疊出來的袖珍公國。這裡是全球富豪密度最高的地方。在摩納哥，每3個居民中就有1個是百萬富翁。停車場裡隨處可見的是法拉利、蘭博基尼和賓利，港口裡停滿的是造價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超級遊艇，那些遊艇大到像一座座移動的豪華公寓樓。在摩納哥買一套普通公寓，每平方米的價格可以輕鬆超過10萬歐元，是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地方之一。然而，摩納哥的神奇之處在於，這裡幾乎沒有所得稅。這是大批歐洲和全球富豪蜂擁而至的根本原因。在英國、法國、意大利，頂層富豪要繳納高達 40% 至 50% 的個人所得稅，但只要把戶籍遷入摩納哥，每年居住183天以上，就可以合法地將所得稅稅率降至幾乎為0。摩納哥最標誌性的旅行體驗是觀看 F1 摩納哥大獎賽。這是全球最古老的 F1 分站之一，賽道直接鋪設在摩納哥的公共街道上，賽車在國家 Casino 前的廣場，穿過臨海隧道，在港口旁的發卡灣高速飛馳。每年大獎賽期間，摩納哥港口會停滿來自全球的億萬富翁的遊艇，遊艇的甲板和最高處的觀景台就是他們觀看比賽的包廂。這是全球最有錢味道的一場運動盛宴。但摩納哥不只是金錢的展示台。蒙特卡洛大賭場 Casino de Monte Carlo 是這裡的精神象徵。這座建於1863年的文藝復興風格建築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賭場之一。哪怕你不賭錢，光是在賭場外的廣場上坐下來，點一杯咖啡，看着來来往往身着定制西裝和晚禮服的各色人等，你也會覺得自己置身於一部歐洲上流社會的電影裡。這是一個濃縮了人類極致財富想象力的國家。它小，但它的每1平方米都比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更貴，也更耐人尋味。第2名，瑙魯，
從天堂到地獄，面積21平方公里。好，繼續縮小。第2名的國家將讓你見識到一段足以寫進教科書關於財富、慾望與毀滅的驚人故事。瑙魯面積21平方公里，位於南太平洋中部，是世界上面積第3小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島國之一，人口僅約1萬人。從衛星圖上看，瑙魯就像是太平洋中一顆孤零零的綠色圓形藥片，但這顆藥片曾經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瑙魯是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國家之一，甚至一度超過了沙特阿拉伯。原因只有2個字：磷礦。数百萬年前，大量海鳥在瑙魯島上棲息，它們的糞便日積月累，形成了極為豐富的磷酸鹽礦床。磷礦是優質農業化肥的核心原料，在20世紀的農業大發展時期，磷礦的需求量極其驚人。瑙魯坐在這筆意外財富上，在全盛時期，政府用磷礦收入為每一個公民提供了近乎烏托邦式的生活，全民免稅、免費醫療、免費教育，政府補貼幾乎所有生活開支，甚至有人開玩笑說，瑙魯公民的主要日常活動就是開着政府配給的車，在這個周長只有19公里的小島上兜圈子。然後磷礦挖完了，資源耗盡之後的瑙魯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絕境。那些砸在海外房產和股票上的主權財富基金，因為極度糟糕的投資決策，幾乎全部虧光。全島有超過80%的土地，因為長期的露天開採，已經變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石灰岩荒原。那些起伏的奇異白色石柱，是瑙魯財富時代留下的最荒涼的遺跡。如今的瑙魯是全球肥胖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超過70%的國民體重超標。因為磷礦時代的暴富，島民徹底摒棄了傳統的漁獵飲食，轉向了大量進口的垃圾食品。而在財富消失後，這種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卻留了下來，加上土地荒廢，幾乎無法耕種，食物幾乎全靠進口。瑙魯現在主要的收入來源是為澳大利亞托管一個移民居留中心，以及出售本國護照。旅行到瑙魯，你幾乎沒有任何旅遊配套可以依賴，只有少數幾家簡陋的旅館，沒有什麼餐廳。島中心那片被挖掘得面目全非的磷礦廢墟，是這裡最令人震撼的景點。那些高高低低、奇形怪狀的石灰岩柱子，在月光下看起來像是外星星球的地表，而它們曾經是整個國家財富的來源。瑙魯是大自然和人類貪婪之間一次血淋淋的真實博弈的結果。他的故事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的全部財富都押注在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上，他的命運就已經寫好了。來這裡旅行，你帶走的不是美景，而是一個比任何商學院教案都更深刻的教訓。第1名，梵蒂岡，全球最小的國家，面積0.44平方公里。好，各位，深呼吸。我們終於到了今天的壓軸之作。世界上最小的國家，它的面積小到讓你感到真正的震驚。梵蒂岡城國，面積0.44平方公里。这是什麼概念？
北京故宮的面積是 0.72 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梵蒂岡的面積還沒有北京故宮大。這是一個你用雙腿步行，只需要40分鐘就能把整個國家的邊界繞行一圈的地方。然而，就是這 0.44 平方公里的土地，統治着全球超過13億天主教徒的精神世界，擁有全球最頂級的藝術珍藏，掌管着一個運轉了2000年的古老帝國，並且每時每刻都是全球最受關注的目光焦點之一。在規模和影響力的反差上，梵蒂岡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奇蹟。從外表來看，梵蒂岡就是羅馬城區裡一片被米色石牆圍住的區域。站在聖彼得廣場，會以為自己只是在羅馬的某個教堂廣場裡閒逛，根本感受不到明顯的出境感。事實上，大多數遊客穿越邊界線時也確實沒有什麼感覺，因為梵蒂岡沒有常規意義上的邊檢設施，只有那些身穿文藝復興式鮮豔條紋制服的瑞士衛兵在幾個入口處靜靜地站崗。但當你走過聖彼得廣場那氣勢恢宏的雙臂形柱廊，踏上聖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台階，推開厚重的銅門，走入教堂內部的那一刻，任何人都會被一種巨大的視覺衝擊瞬間擊中。聖彼得大教堂的內部空間壯觀到令人窒息，穹頂的高度超過130米，米開朗基羅設計的穹頂上刻着黃金鑲嵌的拉丁文字，在透過圓窗射入的陽光中發出神聖的光暈。教堂內的每一件雕塑，每一幅馬賽克鑲嵌畫，都是文藝復興時代最頂級藝術家的嘔心瀝血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米開朗基羅年仅24歲時雕刻的聖殤，聖母瑪利亞抱着剛剛從十字架上取下的耶穌的遺體，那種經由冰冷大理石傳遞出來的溫柔與悲傷，直到今天仍讓無數觀看者潸然淚下。然後你要去梵蒂岡博物館，這是一段需要預留至少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朝聖之旅。梵蒂岡博物館的展廳綿延超過7公里，裡面收藏了歷代教皇在2000多年間積累的無以計數的藝術珍品，古埃及的木乃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雕塑，拉斐爾為教皇寢宮親手繪制的壁畫，以及無數件讓全世界博物館都望洋興嘆的珍寶。走到博物館的最終目的地西斯廷禮拜堂，你需要仰起頭，看那幅整整花了米開朗基羅4年時間，以痛苦而執拗的身姿趴在脚手架上，一筆一筆在頭頂繪制完成的創世紀穹頂畫。上帝之手伸向亞當的那一刻，2根手指之間那道微微的間隙，是整個西方藝術史上最有名的空白。站在那片安靜的禮拜堂裡，置身于那幅用神話時代的色彩鋪滿整個天空的畫作之下，你會感到一種來自幾百年前的目光穿越時間投射到你身上。那個400多年前仰面朝天手酸背痛卻依然拒絕妥協的藝術家，留給你的是人類意志力和創造力在地球上存在過的最直接的證明。梵蒂岡的國籍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身份之一。梵蒂岡沒有出生就能取得的公民權，所有的梵蒂岡公民都是在梵蒂岡任職的神職人員或工作人員，離職後即自動失去國籍。整個國家的常住人口常年維持在800-900人左右。這個國家產生的每一位領導人都是由一群紅衣主教在西斯廷禮拜堂裡秘密投票選出，在世人面前以煙囪冒出白煙作為信號宣告。這個儀式已經持續了將近1000年。梵蒂岡最強大的地方從來不是它的面積，不是它的軍隊，事實上它只有100多名依仗性質的瑞士衛兵，不是它的 GDP，
而是他擁有的那種橫跨2000年、覆蓋全球13億信徒的精神影響力。這是任何一個大國都無法用軍隊和金錢買到的東西。0.44平方公里的土地，撐起了全人類1/5人口的精神家園。這才是這顆星球上最小卻也最大的國家。好，各位，今天的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Top 10，我們終於從第10名的安提瓜和巴布达一路數到了第1名的梵蒂岡。你有沒有發现一個有趣的規律？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是因為小而變得脆弱和無足輕重的。安提瓜用365條海灘征服世界，帕勞用一片海洋保護了地球最後的珊瑚天堂，列支敦士登用精密製造和金融智慧成為歐洲最富裕的角落，聖馬力諾用1700年的歷史證明了小國也可以有大尊嚴，圖瓦盧用即將消失的命運發出了最痛切的環保呼喚，摩納哥把0.44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了全球最密集的財富聚集地，瑙魯用一段暴富與崩潰的歷史給全人類上了一堂最昂貴的課，而梵蒂岡用0.44平方公里的土地撐起了全球13億人的精神世界。大從來不等於強，小也從來不等於弱。旅行的意義，正是讓我們在一次次出走中不斷刷新對這個世界的認知與驚嘆。我是愛旅遊頻道，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請記得點讚和訂閱。如果你對某個國家有特別的感受或者親身經歷，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們。我們下期再見。